200多年前，苏州城里有一个非常普通的女人，她没有显赫的家世，没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没当过官，没当过妃，连长相她的丈夫都老实的承认，2次微禄，4非佳相。可就是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江南女子，被20世纪最会读书、最懂女人的文学家林语堂誉为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她叫陈云，她的故事被她的丈夫沈复用一支极清淡的笔写在了一本叫《浮生六记》的小书里。那本书没有金戈铁马，没有帝王将相，没有刀光剑影。他写的是一对清贫夫妻在一座苏州小院里，怎么一起插一瓶花，烹一壶茶，品一首诗，看一场月，把一段穷日子过成了一首诗。今天20分钟，我带你走进中国文学史上最动人的一本日子之书，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你会看见，在那个洞笼的年代里，有一对普通的夫妻，怎么用一点闲情，一点真情，把人生中最寻常的时光过得让200年后的我们读来还忍不住眼眶一热。先来说说这本书，《浮生六记》是清代苏州文人沈复字三白所写的一部自传体散文，成书约在嘉庆13年，也就是西元1808年。它是中国古典散文里第一部完整的、坦诚的以日常生活为主角的长篇自传。这在以载道、言志、述古为传统的中国文学里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原书共有6卷，从书名《六记》就看得出来。卷1《闺房记略》写他与妻子陈云的闺房之略。卷2《行情记趣》写他们日常的雅趣。卷3《坎坷记愁》写家道中落的辛酸。卷4《浪游记快》写他游历山水的见闻。卷5《中山记历》写他出使琉球的经历。卷6《养生记道》写他晚年的养生之道。可惜的是，这部书在沈复身后散佚已久，到清末光绪年间才被人在苏州的旧书摊上偶然发现，而那时卷5、卷6已经失传。今天我们能读到的只有前面4卷，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浮生六记》其实是一部残本。可奇怪的是，这部书残了1/3，却被一代又一代读者奉为至文。林语堂译它，俞平伯笑它，陈寅恪读它。最近这100年，它几乎是中文世界里最被推崇的一本私小说。为什么？因为沈复做了一件在他之前几乎没有男人肯做的事。他用半生的笔墨，认认真真的去写一个女人。故事要从沈复13岁那年说起。那一年，他随母亲回娘家，第一次见到了他的表姐陈云。陈云比沈复大10个月，自幼尚富，家境清贫，靠食指缝语养活母亲和弟弟。他从小聪颖，识字早，竟是自己从一本琵琶行上一个字一个字认下整本书的。沈复第一次见他，就被他写的诗惊到了。书中有一句芸娘的少作，叫秋清人影瘦，霜染菊花肥。秋意一深，人就瘦了，霜下的重，菊花反而开得更肥。一个10几岁的少女能写出这样清冷又有风骨的句子，让小小年纪的沈复当场就动了心。他回去对母亲说：若为儿则辅，非叔姐不娶。将来要娶妻，非表姐陈云不娶。母亲看着儿子认真的样子，当下就脱下手上的金戒指递给陈云，算是定了这门亲。从那一刻起，这个叫沈三白的少年就把一辈子的心悄悄交给了那个瘦瘦的会写诗的表姐。沈复对陈云的偏爱从一开始就有一种近乎执拗的真诚。后来他在书里老老实实地描写芸娘的相貌，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纹目秀，顾盼神飞。肩膊简长，清瘦却不见古人，眉如新月，眼含秋水，一回眸
神采就飞扬出来。可他也诚实地补上一句：“云有2颗门牙微微外露，按相书讲不算家相。”然后他写下了《浮生六记》里最动人的一句辩白：“情之所钟，虽丑不嫌。”一个人若是真爱上了你，就算你有那么一点丑，在他眼里也成了好。元隆45年，沈复18岁，娶了陈云。洞房花烛夜的场景，沈复写的极淡却极动人。他写：“2人对坐，红烛高骚，他偷偷看他，他也偷偷看他，相视一笑，竟说不出话来。然后他递给他一碗剩下的暖粥，他也不客气，就着烛光一勺一勺吃完。”就这么一个动作，把2个少年的心一下子拴在了一起。婚后，他们搬到沈复家在苏州的祖宅藏浪亭旁的小院里住下。藏浪亭是宋代苏舜钦建的名园，亭下临水，竹影婆娑。沈复和陈云最爱的事，就是在夏天的傍晚，2人携手到亭中，铺一张竹席，搬一壶清茶，并肩而坐，看夕阳落进水里，看归酒飞过竹梢。陈云不仅会作诗，还会论诗。他和沈复常常为了李白和杜甫谁更好这种小事辩论半天，谁也不让谁。他说他偏爱李白的洒落，沈复偏爱杜甫的晨雾。一个贵中女子能跟丈夫平起平坐的谈诗论文，这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何其稀罕。沈复后来在书里用8个字总结这段日子：红岸巷庄23年，年愈久而情愈密。他们像古人说的举案齐眉那样相敬相爱，过了整整23年，年头越久，感情反而越深。一段时间最寻常不过的夫妻生活，就这样被他写成了一段奇迹。《浮生六记》第2卷叫《行情记趣》，讲的是这对夫妻怎么把穷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沈复家境并不宽裕，做过幕僚，卖过画，常常入不敷出。可越是日子紧巴，他和陈云越是把心思花在过好每一个寻常的傍晚上。陈云最会的是用最少的钱过出最雅的味。家里来客买不起好菜，他就把白粥煮得绵绵密密，配一碟自己停的瓜菜，一壶淡酒，桌上插一支从墙角折来的野花，清拼的饭桌竟也成了诗。他还发明过一个活花瓶，把一个小沙囊里装上几只陈柚，放进花心里，等陈出壳振翅，整瓶花就像活了一样，左右摇曳。沈复写到这里，自己都忍不住笑。这样的点子也只有云想得出来。夏天闷热，他们用几根竹竿、几片荷叶，在自家小院里搭起一个纳凉的小棚。月夜清凉，2人在棚下对酌，一壶薄酒，一碟花生，就能聊到3更。芸娘看着月亮，对沈复说：“他年当与君补竹于此，买绕屋菜园10亩，客仆乌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画我绣，以为诗酒之需，不依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记也。将来呀，咱们就在这样的地方盖一间小屋，种10亩菜园，请个老仆帮忙，你画画，我绣花，挣的钱够买酒读诗就好。穿粗布，吃菜饭，就能快快乐乐地过一辈子，何必跑到老远的地方去呢？”这短短几句话，是整部《浮生六记》最深最暖的一个梦。一个穷书生与妻子对幸福最朴素也最高的定义。温过七夕之夜，沈复刻了2方图章，一方洋文，愿生生世世为夫妇；一方英文，给陈云作为2人通信的私印。那一夜，2人在庭院里摆上一桌瓜果，焚香对月，互种图章，许下了生生世世的誓言。沈复后来在书里写，那一晚的月色，他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后来，他们搬到苏州城外一个叫萧爽楼的小院，那段日子是2人最快乐的时光。沈复和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常在萧爽楼里聚会，大家凑一点钱，各带一点菜，喝着清茶淡酒，吟诗作画，从黄昏谈到深夜。陈云不仅不嫌烦，反而乐在其中。为了让丈夫的朋友们吃得更尽兴，
他便卖了自己仅有的一只金钗，换来一桌酒菜，眉开眼笑地端上。更妙的是，有一年端午，陈云竟悄悄把自己打扮成男装，跟沈父一起出门去看庙会。一个贵中妇女公然女扮男装出门游玩，这在当时的礼教社会是多么大胆的事。可沈父写到这里，只用了“人皆不觉”4个字，人家都没看出来，咱俩就这样痛痛快快地玩了一整天。林语堂后来读到这一段，动容地写下：“云，我想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他说的可爱，不是相貌的甜美，而是这个女人骨子里的那一点灵气，那一点不认命的活泼。她让平凡的日子永远带着一丝想象力的光。《浮生六记》第4卷叫《浪游记·快》，记的是沈父一生游历的山水见闻。沈父做幕僚，常年奔走江浙，他带着陈云去过的地方并不多，但有2次出游，他写得格外动情。一次是太湖，某年盛夏，沈父受朋友之邀去太湖办事，破例带上了陈云。一叶小舟提入烟波浩渺的太湖中央，陈云第一次看见这样宽阔的水面，激动得整整1个下午没有合拢嘴。他对沈父说：“今得见天地之宽，不虚此生矣。今天我才见识到天地有多宽阔，这辈子值了。”沈父把这句话原原本本地记在书里。一个一生困在嘴房与灶台之间的清代女子，她对世界的渴望竟和今天的我们一模一样。另一次是扬州，沈父晚年因生计所迫在扬州做幕，闲暇时独自游历瘦西湖。他写瘦西湖的清晨，柳烟龙水，画舫初醒；写寒山寺的夜泊，钟声一响，整座江南都像沉进了梦里。可这些游记里最动人的不是风景，而是字里行间那份无人可共此景的孤独。因为这时陈云已经不在了。沈父用苏东坡的一句诗悄悄概括了他这一生的浪游与失去：事如春梦了无痕。人生种种就像春夜里的一场梦，醒来什么痕迹都没留下。可是这样的好日子在《浮生六记》里并没有持续多久。第3卷坎坷记愁，沈父的笔一下子就沉了下来。沈家本是苏州的书香门第，可到了沈父这一辈，家道已经中落。沈父的父亲在外做幕僚，常年不在家。继母与陈云之间因为一些家务早事，渐渐生出了嫌隙。陈云性情率真，不擅长委曲求全，加上她替小叔子做了一次担保，又替丈夫的弟弟代写了一封信，被父亲误会不守妇道，干预家事。这在严厉的家教里是天大的罪过。沈父的父亲一怒之下，把沈父和陈云一起逐出了家门。一对中年夫妻在最该安稳的岁月，竟落得无家可归。他们先是寄住在朋友家，后来如转到扬州、无锡，靠卖画和抄书为生。长期的奔波劳累，寄人领下的委屈，又离离被亲人误解，让陈云本就单薄的身子一日一日地垮了下来。他开始咳血。在那个没有抗生素、肺痨几乎等于绝症的年代，沈父清清楚楚地知道，他这一生最爱的人正在一天一天地从他身边离开。最让人心碎的是，他们没有钱请好的大夫，没有钱买贵的药。沈父只能眼遮遮看着陈云在扬州的一间小客厅里，一天比一天虚弱。那个曾经在月下吟诗，在花前谈笑的女子，如今连坐起来喝一口水都成了奢望。陈云病重的最后一段日子，是《浮生六记》里最叫人不忍卒读的几页。他躺在扬州客厅昏黄的油灯下，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他拉着沈父的手，断断续续地说了很多话，每一句沈父都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这成中国文学史上最动人的一段凝重独白。他说：“妾若稍有丝毫慧根，亦不至夭亡。我若稍微有点慧根，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般早夭的地步。”他又说：“奉献世间夫妇，固不可彼此相仇，
亦不可过于情笃。词云：恩爱夫妻不到头。我羡天下夫妻不能彼此怨恨，但也不能爱得太深。俗话说，恩爱夫妻不到头，正是因为太深的情往往承不住人世的无常。她最放心不下的是丈夫沈父，这个一生痴情不善经营的书生，没了他，往后可怎么办？她最后对沈父说：来世卿当作男，我为女子，相续可乎？下辈子你做男人，我做女人，我们还做夫妻，可不可以？沈父含着泪重重地点了头。嘉庆8年3月30日，陈云在扬州的客厅里握着沈父的手，轻轻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那一年他41岁，沈父42岁，他们做了23年夫妻，刚好应了沈父书中那句“红岸巷庄23年”。年头刚做满，缘分就到了尽头。陈云去世后，沈父在扬州一个人守了3天3夜。他没有钱给妻子买一副像样的棺木，没有钱把他的遗体运回苏州祖坟，只能在扬州城外给他草草买了一块地，孤零零地葬下。下葬那天下着小雨，沈父一个人把妻子最爱的那方七夕丝印悄悄放进了他的衣袖里。那方印上刻着8个字：愿生生世世为夫妇。葬完妻子，沈父独自一人回到他们曾经住过的沧浪亭旧宅。屋子还在，窗户还在，院里那株陈云亲手栽的漏梅也还在，只是再也没有人在傍晚的时候给他端来一碗热粥，再也没有人跟他争论李白和杜甫到底谁更好。他在书里写下：从此扰扰攘攘，又不知梦醒何时耳。从此以后，这人世间又是一场接一场的纷纷扰扰，我也不知道这一场大梦究竟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沈父写完《浮生六记》的时候，刚刚46岁，书中所有的甜，所有的苦，所有的闲情，所有的浪游，最后都化成了一个官夫独坐空堂，对着一滩孤灯慢慢追忆的影子。据后人考证，沈父在妻子去世后又活了大约20年，但这20年他做了什么，最后葬在哪里，史料几乎一片空白。仿佛陈云这一去，他这个人也跟着从人世间淡淡的消失了。《浮生六记》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可这本小书，它真正想告诉你的话，并不在那些刻骨铭心的悲欢里，而是埋在一句最朴素的话中：不依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记也。穿粗布吃菜饭就能快快乐乐地过一辈子，何必跑到老远的地方去呢？这是芸娘对人生最深的领悟。我们这一辈子总在拼命地想要更多，更大的房子，更高的位置，更多的钱，更远的旅程。可沈父和陈云这对清拼的夫妻，用他们短短23年的婚姻，静静地告诉我们，人生真正的繁华，从来不在你拥有多少，走过多远，而在你身边有没有一个能跟你共一壶茶，共一轮月，共一首诗的人。一个穷书生和他那个2尺微露的妻子，把每一个寻常的傍晚过成了世间最了不起的事。陈云没有留下任何惊天动地的事业，可他留下了一句话，一段日子，一个身影，一个让200年后的读者读到流泪的最可爱的女人。好，20分钟到了。如果这一集《浮生六记》让你有所感触，记得订阅频道。我每周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下一集，我们把眼光从苏州的小院转向另一段更壮阔的人生。日本战国时代最传奇的草根英雄，丰臣秀吉与他弟弟丰臣秀长的兄弟情，太阁记。最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心里是不是也有一个愿意跟你不依菜饭共度一生的人？我们下集见。